蓝忘机默默夹一口菜，待咽下去之后，才开口回道：“是我思虑不周，未考虑善后，幸亏你想到了。”魏无羡哈哈笑了2声，拿住指点道：“不愧是二公子，一下子就看明白了。倘若补棒顺利，我想凶尸与山鬼就会慢慢散开。这3处方位，我让师弟们布下了壕沟，山鬼过不了沟，只能回山里去。至于凶尸，只需留几人守好关隘，就不用担心他们散入村中扰民。”蓝忘机颔首：“一会我画几道符阵相助，有你的符阵在，更加万无一失，再好不过。”他在云梦吃饭霸道惯了，习惯性的挑肉吃，挑来挑去，把几样菜里的肉都挑了个干净，剩下最后一块排骨，实在不好意思再下手，便改为去夹边上沾肉味最多的茄子，不想竟和另一双石柱撞在了一起，竹制的石柱一撞即分。魏无羡手一抖，下意识夹走了和茄子背道而驰的白菜，而那冲着白菜而去的另一双筷子则阴差阳错地夹到了排骨。周遭的一切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寂静的落针可闻。魏无羡莫名脸颊有点烧，把错夹来的白菜塞进嘴巴，后知后觉地想：刚才撞的那一下算不算？算不算？不对，更早一点，蓝忘机喝汤的位置好像和他喝过的地方重合。那起步。他偷偷往身边瞥，不其然，一下子看到了蓝忘机的唇，高度和位置是如此恰到好处，与视线齐平，又十分接近。应是因着刚喝过汤，让那浅色的唇瓣染上了些许濡润，而汤恰好又是2人共饮的。魏无羡嘴唇颤了颤，目光根本移也移不开，眼睁睁盯着顿在半空的排骨慢悠悠送到那看上去十分柔软的唇边，鬼迷心窍一般吞咽了一下，下一瞬排骨转了个方向，改为送到了他的嘴边。魏无羡惊得一个后仰，以为偷窥被发现了，一抬眼正对上蓝忘机那双冷冷淡淡的目光，好似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，彻底清醒了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刚才想干什么？为什么那一瞬间他想太不应该了，过分了，太不尊重蓝湛了。魏无羡正胡思乱想，蓝忘机却把排骨又往前送了些许，几乎挨到了他唇边。迟迟等不到魏无羡张口，便改为放回盘中，只是排骨被放在了靠近魏无羡的那一侧。给你吃。不知为何，魏无羡心中一闪，仿佛抓到了一点端倪，心跳怦然变快，迟疑着道：刚才我吓了一跳，那个，你不喂了吗？话说出了口，他却快紧张死了，紧张到连头发丝儿好像都跟着身体一起绷紧，捏着筷子的手指泛白，眼神飘来飘去。他那句话说得很不像样，最后几个字越来越轻，也根本不是自然的语调，连鱼尾都在发颤。随即身边响起很轻很轻的一声，像笑却更像是听错了。魏无羡一个机灵回过头，及时捕捉到了蓝忘机嘴角那一抹即将收回的弧度，美好的仿佛昙花一现。蓝忘机答：好。明明没有多说一个字，明明态度和脸上都看不出任何变化，可偏偏在这一瞬间，魏无羡疼的一下子红了。虽然他自己看不见，但是从脸颊到耳畔、脖子，甚至连前胸后背都跟着一起变烫了。而当排骨被如约夹起，送到适合他咬住的高度时，那股热依旧，再也遮不住了。魏无羡不知道自己的双眼有多亮，更不知道自己笑起来有多勾人。那是和平时的爽朗活泼截然不同的笑，带着些许懵懂，柔软明朗之中又混着些不好意思，各种微妙的滋味混杂其中，让这抹笑带上了几分欲语还休，明明纯粹至极，却又引人遐想。他笑着一口咬下大半的肉，没尝出什么肉味，糖醋小排中的调味料仿佛喧宾夺主，酸酸甜甜的霸占了口腔每一分味蕾。而蓝忘机垂着眼睛看了一会被咬得没剩下多少的小排，没再继续喂，快烧一转，改为自己吃了。魏无羡心里惊涛骇浪，胸口鼓声震天，顾不上咽下嘴里的东西，忍不住蹭得更近了点，几乎和蓝忘机完全贴着，低声道：蓝湛。蓝忘机轻轻嗯了一声：蓝二公子。二公子。二哥哥。他看见那双白皙的手一颤，快烧上的排骨差点掉下去，停顿了几秒。蓝忘机比他更轻的回答：好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，饶是魏无羡心中不舍，还想和蓝忘机多磨叽一会，可理智上他却清楚，
此时除棒为重，以后来日方长。蓝忘机正襟危坐，凝神画出最后一笔。灵符迎风一闪，亮起一道不太显眼的光芒。魏无羡将符阵拿过来一看，阵上的符字端整规矩，颇有风骨，每一张均是上等的好符，便十分欣喜地将符阵交给手壕沟断后的几名师弟。时辰差不多，他又折回来，背对着旁人，不露声色地轻轻搓了一下蓝忘机的衣角。走吧。蓝忘机颔首，召来碧晨灵剑，于是一行6人分作2组，御空而行。不多时，已来到了前日魏无羡与蓝忘机探查过的码头上空。魏无羡停下剑，冲蓝忘机3人摇摇拱手：“烦劳姑苏的哥哥们引开狮群。”蓝忘机嗯了一声，带着2名姑苏弟子拉开更远的距离。接着，几道耀眼的灵光如箭一般落下，正中码头上体型较大的几只山鬼头目。这陡然而来的攻击，让狮群鱼鬼顿时炸了锅。凶狮发出嘶哑的嘶吼，山鬼的叫声本如猿啼，高高低低汇于一处，着实刺耳难听。可不等找到攻击者，第2轮攻击已经到了。远远看去，姑苏弟子的灵剑在夜空中划出迅疾的弧线，几番起落，便引动了7成以上的妖鬼。其中最耀眼的莫属那道亮蓝色的剑光，每一次落下，必定有鬼物应声倒地。没过多久，码头上密布的妖鬼便如潮水一般，向着剑光落处涌去，也越发显出水边那座尸山的突兀。此时，魏无羡早已借着月光辨明了方位，趁着山鬼走失的注意力转移，打了个手势。胖师弟受师弟得令，屏息凝神，悄无声息的下落。随着大梁木从横置变为竖直，3人的阵型也产生了变化。魏无羡在最下方控制方向，受师弟在中段护法，胖师弟飞得最高，相对也是最需蛮力的位置。这么安排的原因很简单，下端需落地，危险系数高。魏无羡身为大师兄，自然身先士卒，不会让师弟们轻易涉险。而来的莲花坞弟子之中，胖师弟的力气最大，练的是体术与千斤坠。随着水面渐近，被夜色遮盖的灰线逐渐变得清晰。魏无羡单手扛梁，另一手从怀里掏出一叠符纸，冲着尸山甩出。那符纸是他改动过的引爆符，在灵气精准操控下，在空中自行分成数组，一接触尸山便立即爆裂开来。与普通的引爆符不同的是，这接连的爆裂并不见任何火光，只发出轻微的噗噗声响，威力却并没小多少。几番攻击便将尸山附近清出来一小片可堪落足之处。魏无羡悄然落地，将大梁木削尖的尖端猛地戳向水面与灰线的交界处。梁木微微一震，一小片涟漪静静荡开，很快沉入了水中。开头顺利，魏无羡却不敢有分毫的怠慢，一边扶梁，一边持剑在手。虽然蓝忘机引走了大多数的山鬼凶尸，但无法引走所有的。他刚一落地，便有闻到活人的气息的凶尸围了过来。魏无羡刷刷几下，砍翻欲扑上来的几只凶尸，赶紧向半空中的胖师弟打手势，示意开弓。胖师弟也卸了剑，双脚稳稳踩着梁木的顶端，双膝微弯，以千钧之力压下来。梁木受了重力，逐渐向水底深入近1尺余。接着，水中隐约几声沉闷的声响，梁木的落速竟然停止了。魏无羡又砍翻一波尸鬼，压着音量道：“快用功法！”胖师弟憋着劲道：“我用了10成的功力，快不起来，下面的阻力太大了。”魏无羡一咬牙，又丢出一圈符纸，将他身周炸空一片。我喊1、2、3，一起用力。2名师弟同时应诺，随着口号一起发力，果然那梁木又沉下去一截。然而不行，还不够，这么磨蹭下去，迟则生变。水虽不深，但以尸体山的范围目测，梁木至少得入水1丈以上，才有可能撬得到巨棒。线下阻力远超出预估，魏无羡试了2轮，见收效不大，当即抬手放出了一道烟花。红色的烟花在天上炸开，远处与众鬼缠斗的3道剑光一顿，其中那道亮蓝色的随即调转方向，几个眨眼的功夫，蓝忘机已然驰援而来。一见来的是蓝忘机，魏无羡顿时精神一振：“蓝湛，快来帮把手！水下阻力太大，6师弟一个人搞不定。”魏无羡本意是想让蓝忘机与他交换，他速度快，走的是轻灵的路数，
一个人去拉怪足矣，便能唤令2名姑苏弟子过来推木头。可蓝忘机不等他解释，已经御剑飞了起来，单手摁住顶梢，碧沉剑光一领，大梁木竟再次缓缓向下沉去。岸上，魏无羡再推一波凶尸，腾出手去扶大梁木，而这次手感与之前截然不同。那梁木下降虽然缓慢，却并不是受到阻力变得迟缓，而是蓝忘机为了方便他控制深度和角度，特地放缓了速度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